哎，咱那装一挂的。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浙江绍兴。这个绍兴啊，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。你看这一幕，非常的漂亮啊。这个绍兴呢，也被称作中国古桥之乡，因为啊，在这溜达，你到处可见是小桥流水。比如说我身后这个桥就非常有名，叫八字桥，因为它这个形状跟个八字一样。别小看这个桥，这个桥可是中国最早的立交桥之一，特别好看。小桥流水无篷船。看我身后鲁迅故里，这鲁迅这个人有意思啊，在中国的众多名人里头，你每次看他这个形象啊，他都是在抽烟啊。这儿就是鲁迅的老家啊，鲁迅就是绍兴人。你看这巧不巧？同样，这也是周树人的故乡。这来这儿记得提前预约啊，这迅哥大气啊，不要门票。民族脊梁，在民族脊梁的对面就是鲁迅祖居，这祖上就在这儿住啊。这里边有俩字翰林，人家祖上出过翰林。周树人，人家是周家啊。这儿看周家老台门，在当地叫做台门的都是大户人家。这鲁迅啊，这祖上是清代的官宦之家。你看啊，这面积啊非常的大，这个祖宅光这个连廊就这么长，这多少间房间？好家伙！这一进来就是德寿堂。休息室休息吧，然后就是说到更深。这是香火堂，就是鲁迅家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。这鲁迅的祖上呢，都是名门望族啊，大户人家啊。据说啊，有可能啊，他是爱莲说这个周敦颐的后代啊，周敦颐的后人。然后，但是到他这个祖父啊，就家道中落了。为啥呢？因为他祖父涉嫌科场舞弊案就入狱了。再到他父亲身体不太好啊，后来得了重病，啊，整个家世就慢慢往下走。那虽然说这鲁迅啊，这童年的时候生活还算是比较优渥的，就和同龄人来比，但是呢，他也亲眼看着他们家就慢慢往下。啊，这个人生感悟，后来他写了很多文章，也有所体现。这儿也是鲁迅故居，周家新台门，一个新一个老。这个新台门啊，就是鲁迅自己家，他从小就在这儿生活和学习。你看吧，那走吧，不要走。要这出来这啥啥就是这里就是迅哥鲁迅的卧室。非常简陋啊，但是我看底下那个痰盂还挺精致的。你以为很简陋，人家只是在这睡觉，他说读书在这儿的。小堂前，有那后边还有的呢。这里就是鲁迅最喜欢的百草园。看来鲁迅啊真的没骗人啊，他在文中提到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子，相传呢叫做百草园。我这一回头，这何止很大，这巨大，这其實就是一個菜園啊。這個魯迅啊，這童年啊有很多事情啊都發生在這裡，很多美好的兒時的回憶都在這兒。不用說，碧綠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欄，高大的皂莢樹，紫紅的桑葚，還有各種昆蟲和小鳥。那其中啊有一個昆蟲啊，就是他說他一按，然後後邊就會噴氣，然後那個是斑毛啊，就是布甲蟲。你看我小的時候讀這個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就沒啥感覺，為啥呢？因為那個時候啊，那小孩啊成天都這麼玩，而且我小的時候玩的那比迅哥還有意思，還刺激。你像這變形金剛6合1咱都有了，
那红白机的遊戲機是吧？那一個卡那300合一，好家伙，往裡一插，那啥遊戲都有，魂斗羅、超級瑪麗，咱玩的更有意思。所以說小時候讀沒感覺。這個文章我覺得就是你長大之後，然後你讀，哎，才能讀出來其中的韻味。為啥呢？因為大家都會回憶童年，就感覺哎呀，還是那個時候有意思。這裡就是魯迅童年最喜歡的這個牆根一帶啊，這上面掛的是何首烏，還有木蓮藤。然後呢，隨便翻一塊磚，不是蜈蚣就是蟋蟀。這手髒了，這還能洗手。這就是魯迅常年在這洗手啊。2個沒想到，一個沒想到的是這會有水，二一個沒想到的是，竟然啊，它還真有水。一般像這種你打開沒水是吧？不過這個園子裡頭也有魯迅不喜歡的，不喜歡啥呢？就這些牆頭啊，就害怕從上面出来一個美女蛇。這個故事啊是常媽媽給他講的。我小的時候就羨慕常媽媽給他買的這一本啊插圖版的《山海經》，然後有個可愛的迅哥像啊，愛你喲。Baby, I am all dressed up, sexy skirt and cake makeup. Here's on tequila, we're gonna let the party turn way up. 再見我的蟋蟀們，再見我的覆盆子和木蓮們。魯迅長大了啊，就開始讀書了。在哪兒讀書呢？來看這兒，這麼小一個門，3味書屋，這就是從百草園到3味書屋。這裡就是3味書屋了，裡邊沒有孔子的牌位，但是呢，有一幅畫，這個畫畫的是古樹下的梅花鹿。魯迅的座位在哪兒？就靠牆根那兒，然後上面還寫了個早字兒。魯迅就在這兒念書啊，我站這個位置啊，就是魯迅就在這兒罰站。那調皮撵出來就在那兒。咸亨酒店，這裡就是魯迅筆下孔乙己喝紹興黃酒、吃茴香豆的地方。這裡就是孔乙己的像啊。孔乙己啊是唯一穿着長衫站着吃茴香豆喝酒的人，這就是孔乙己套餐。咱也這麼來一份啊。咸亨酒家，一盤茴香豆，然後1碗黄酒。黄酒是28一碗呢，48一碗。28的就行。一共多少錢？茴香豆25，樱桃配料酒28，总共53。总共53是吧？好，這就是老酒缸。哦，這老酒缸裡出來的。太白怡丰這個櫃檯啊，就是孔乙己站在這兒喝酒的櫃檯。咱要這個孔乙己套餐啊！哎，哦，謝謝啊，還有小碟子。好嘞。哦，還這樣的筷子。謝謝。咸亨1894，哎呀，這個孔乙己文章中的我啊，我的視角是誰啊？就这個小伙計，這整個文章就是小伙計的視角。這個筷子叫天竺筷，這浙江非常有名的一種筷子。孔乙己呢可不用筷子，人家是拿手吃這個豆，咱也要放到旁邊。我跟你說，就現在這個價50多塊錢，這孔乙己要活到現在啊，喝都喝不起。這就是茴香豆，看着還挺好吃的啊。一顆茴香豆啊，可以喝3口酒。煮的非常的軟爛，就跟那五香花生米那個味兒是一樣的。你還別說，還確實是好吃，微微的回甜。喝酒怎麼喝？不能這樣子啊，要這樣。哎呀，好家伙，這黃酒啊，微微發甜，就感覺要是中藥裡頭兑酒精那個感覺。但是啊，慢慢的回甜，這個味兒還挺好喝。
這墙根這一排坛子啊，全是黄酒。绍兴的黄酒非常有名啊。咱吃这个套餐啊，也不能坐着，咱就跟统一集似的站着。站着是个啥感觉啊？这站起来味儿到底不一样。哎呀，相信大家啊，跟我一样非常好奇，这个茴香豆这个茴啊，这4种写法到底是哪4种？最简单的茴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那剩下3种长啥样呢？我就不写了，长这样。其實啊，這孔乙己學問也一般，這茴啊它不止4種寫法，還多着呢，奇奇怪怪的知識啊。多哉乎，不多也。臭豆腐来到绍興一定要吃臭豆腐。臭豆腐怎麼賣的？10塊錢一份。啊，給我來一份。這個紹興啊，滿大街飄蕩的都是這種臭豆腐的臭味兒。哦，現炸的是吧？對，哎，好嘞，現炸好吃了。對對對，現炸好吃，給我炸焦點透一點。剛出鍋的，哎呀，是真臭啊！就炸好了，這有2種醬。哎，大姐，這個是什麼？甜的，一個辣的。啊，這個是甜的，這個是辣的。哦，這是甜面醬是吧？對，你爽起來。哦，吃紹興臭豆腐啊，必須搁2種醬啊。對，這才正宗。一個甜的，一個辣的。啊，一甜一辣。哎呀，這顏色挺好看。好嘞。哎呀。來切。哦。切。哦，對對對。哦。拿着鉗子吃啊，這不能上手是吧？你看這兒，這是紹興臭豆腐的製作，從黃豆磨成漿，然後壓成豆腐形，浸泡滷水就變臭了，然後就油炸就成這個了啊。正所謂聞着臭，吃着香，這是紹興3臭非常有名啊，這是臭豆腐，還有一個是臭莧菜，啊，還有一個呢是臭不要臉，哎不是啊，是臭冬瓜啊。哎呀。非常的香，裡頭白白嫩嫩的，有很多的氣孔。這東西啊，吃的就是口感，外酥裡嫩。哎呀，好吃。紹興啊，我感覺啊，和長沙一樣，滿大街啊，你都能吃到好吃的臭豆腐。這2個城市應該是全中國吃臭豆腐最容易的城市。哎呀，好吃。關鍵是啊，這王老漢是個大姐，是不是大姐名字叫王老漢？好奇。來到紹興啊，除了吃臭豆腐，還有一個美食。奶油小盤，奶油小盤啥？聽着名字還挺洋氣。給我來個奶油小盤，多少錢一個？5塊錢一個是吧？哦，是個點心一樣的哦，還熱的。這個就是奶油小盤，然後上面啊是雞蛋清，然後打發的，底下啊這個餅皮啊，感覺有點像這個蛋撻。不知道魯迅小時候吃過沒有啊？確實是紹興特色，還熱熱的哦，感覺挺油啊！你看這。哎呀，哇，它底下還有，底下這個非常的甜，感覺像煉乳一樣的一種糖。哎呀，甜膩甜膩，奶香奶香。
這東西啊，你說它多好吃吧，它也没多好吃，但是啊，它确實啊足夠甜。在以前啊，那物质匮乏年代，吃一个这好家伙还不得上天。从鲁迅故里走过来不远处啊，这是沈园。这个沈园被誉为中国爱情第一名园啊。其實啊，在眾多的這個園林當中啊，它是很普通的。它就是南宋啊一個沈姓的富商修建的園子。就因為在這個園子裡發生了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，所以這個園林是名聲大噪。那這個淒美的愛情故事主人公是誰呢？看這裡啊。就在這兒，陸游和他的前妻唐婉，咱進去看看。魯迅免費，沈園掏錢啊！沈氏園，這3個字還是郭沫若提的。這一進來，看見這個石頭都不簡單，石頭都斷了，斷雲，這叫斷雲石。講的是啥啊？講的是情一斷，但是啊，又是藕斷絲連。哎呀，傷感的愛情故事。不售票，求救票。話說這個陸游和唐婉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恩愛夫妻，人家2個人從小就認識，然後20多歲很年輕就結了婚。結婚之後呢，感情也非常的好，但是啊，他倆這段姻緣啊，讓陸游的母親硬生生給拆散了。為啥要拆散呢？就是他媽啊，就感覺這陸游一天啊和他這個媳婦啊太恩愛了，倆人膩歪在一塊兒，就荒廢了事業，就感覺這個女人啊對他兒子的事業沒有幫助，而且很多年啊也沒有生個一男半女。然後他媽就從中作梗，硬生生啊就命令陸游就休了唐婉。然後陸游也拗不過，實在沒辦法，他倆就分開了。那分開之後結束這段姻緣啊，人家各自兩邊啊2個人啊都成了家。結果又過了10年，這一年春天啊，然後2個人就恰好就偶然之間啊，就在這個園子相遇了。然後2個人面面相覷啊，然後非常的惋惜，非常的惆悵。然後這個陸游啊就寫了《釵頭鳳》啊這首詞。我身後這裡啊就是陸游寫的《釵頭鳳碑》，紅酥手，黃藤酒，這是錯錯錯，默默默。然後那邊是唐婉賀的詞，世情薄，人情惡，這是難難難，瞞瞞瞞。據說啊，這個唐婉喝完這首詞啊，沒過多久就鬱鬱而終了。唐婉去世之後呢，有2個男人啊最傷心，那一個就是陸游了，還有一個就是唐婉的第2任丈夫，叫趙世成。這個趙世成呢，本身啊，他也是對唐婉非常的喜愛，因為啊，他是皇室宗親，人這個地位非常的高。他娶唐婉的時候，你想唐婉就已經結過婚了，是屬於2婚啊，他也是頂着非常大的壓力，所以說他某種意義上來講，可能啊，甚至比陸游還愛這個唐婉。在這段這個愛情故事裡頭，可以說這3個人啊都是受傷者啊。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啊，是世人皆嘆釵頭鳳，誰人又惜趙世成。哎呀，這段愛情啊真的是太狗血了，這個感覺跟瓊瑤劇似的。用現在的話說啊，戀愛腦唐婉，媽寶男陸游，還有痴心漢趙世成。哎呀，哎，我看那邊有啥演出啊，可能這就演這一幕的，你看看。
永和9年，岁在癸丑，在绍兴这里啊发生了一件事儿。后来这个事儿还挺有名的，什么事儿呢？就是王羲之啊邀請他一众好友，很多文人雅士來到這兒是飲酒作詩。這王羲之呢也即興啊，在這兒寫下了被稱作天下第一行書的《蘭亭集序》。就因為有這個《蘭亭集序》啊，這個蘭亭就出了名了。那現在呢，這裡也是中國書法聖地。看我身後這個彎彎曲曲的這個小溪啊，這叫啥？這叫曲水流觴。這啥意思呢？就是王羲之啊和這些文人墨客在這兒他玩了個遊戲，怎麼玩呢？就把這個觴，就是個酒杯啊，放在溪流裡頭，順水而下，就飄啊飄啊飄，飄在誰跟前？就這兩邊這坐了好多人的幾十口子人，飄在誰跟前停下了，哎，你就得賦詩一首。那你要說不出來這個詩，哎，你就得罰酒3杯。這一觴啊，就相當於啊現在的快半斤了。好家伙，這3杯就是1斤多，1斤多酒喝下去，哎，可以說這個壓力是相當的大啊。所以說，敢來這兒而玩這個遊戲的，那誰不準備3、5首詩？這腦瓜轉的得非常快。我往這一坐，哎，體驗一下當時的感覺啊，溪水流觴，這個石頭有魔力，歘一下，哎，帶我穿越到了那一天。然後這個酒杯飄在我這兒，我拿起來。然後兩邊啊全都是文人墨客啊，幾十口子人，這我也得作詩，是不是？不過我準備好了啊。彎彎曲曲曲曲彎，溪水順流往前端。一觴美酒下了肚。哎呀，這瞬間我感覺想要竄。哎，好詩好詩！哎呀，咱是有備而來啊。不過我相信啊，我要說出這首詩啊。這幾十口子人啊，肯定都這麼看我。然後本來啊，這熱熱鬧鬧的，有彈琴的、喝酒的、說笑的，這全停了，鴉雀無聲。這樣5、6秒鐘，突然有個白鬍子老頭站起來說了一句：“打他！”然後我就被摁在水上。哎，注意，還有一個細節，這白鬍子老頭一邊打一邊說：“這小子作詩這麼臭啊，這嘴也臭。”然後我說：“這我是剛吃了臭豆腐。”哎，你不要笑啊。就這件事情如果真的發生，肯定會被記錄在《蘭亭集序》裡頭。而且這個故事的結尾是啥？就是我提了2隻大鵝就回家了。那有朋友好奇的說：“哎，你來這喝酒作詩，你提倆大鵝幹啥？”啊，這白打，這幾十口子人白打我啊！走。這個碑上寫的是鵝池，那這2個字呢是王羲之和他兒子一塊兒寫的。上面這個鵝字是王羲之寫的，這個池字是他兒子寫的。因為王羲之啊寫這個鵝池2字的時候，剛寫完鵝字，然後那邊是朝廷聖旨來了，他趕緊去迎聖旨去，然後他兒子就把這個池字寫上了，這父子共同完成的。這個鵝池裡頭有非常多的鵝啊，據說這個王羲之啊是非常喜歡鵝。他有這個很多字兒，這個書法裡頭啊，就是模擬，就是學這個鵝的這個形態，靈感就在鵝這個形態這兒來的。然後這還有個故事啊，叫書成換鵝，就很有意思。有一天，這王羲之在山裡頭溜達，看見一個道士啊，拿了個棍兒趕了一群鵝。這個鵝呢，他一看，哎呀，這鵝太漂亮了，這一群，哎，他想花錢買。結果呢，這個道士啊也驚，這一看這王羲之，好家伙，我不賣啊，錢說了不算啊，你得給我寫字兒。他逼得沒辦法，然後手抄了一本這個《道德經》，然後用這個《道德經》，然後才換了這群鵝。這足以證明啊，這個王羲之啊是有多喜歡這個鵝。這裡頭的景色也是真美啊！這裡就是王羲之揮墨寫字的地方。說人家這字兒能寫不好，你就看這環境，心情都好，心情好，這字兒寫得好，是吧？這個《蘭亭集序》啊，為啥有名呢？就是因為在歷史上就有很多皇帝喜歡啊，帝王喜歡。那最喜歡他的是哪位皇帝呢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。喜歡到啥程度啊？就把他帶走了。有人說，在這個昭陵裡頭就陪葬了。然後還有這個碑，這個碑厲害了啊！
這個玉碑啊，它分為陰陽两面，这个陽面呢是康熙手書的《蘭亭集序》，那這個陰面呢是乾隆手書《蘭亭記事》。這陰陽兩面，這一個碑是清朝的2個皇帝，太厲害了。這裡就是18綱，這個18綱啊，哎，它有一個經典的小故事，我小的時候就聽過。這個小故事啊，主要是讓小孩兒就是努力用功學習的。這裡就是王羲之兒子練書法的地方。王羲之書法很厲害啊，其實他兒子呢也不差。這爺倆被稱作2王。然後身後這個碑上一個太字，這個太字呢就是王獻之寫的。這王獻之小的時候啊，他爸命令他在這練字。這就是水缸，是吧？蘸這個水在這寫，他用盡了3缸水啊，覺得自己啊，我3缸水都用完了，這功力啊肯定可以了，就在這寫了個大字。然後這王羲之走過來，就他爸檢查作業了，一看，這大字寫的還行，給添了一點兒。一會兒啊，這王獻之回來了，就拿着這個太字給他媽看，他媽一看說，哎，啊，寫的還不錯，但是這個大字一般，就這個點兒寫得好啊，有點像你爸那個意思了。啊，他兒子一聽了，深受打擊，就覺得。好家伙，這一點兒就差距這麼大嘛！然後我就用盡了18缸的水啊，就練。結果呢，並稱2王啊，就練得非常厲害。小時候我聽完這個故事，我就想，這古人太壞了，成天騙小孩努力用功學習。就這麼多水，這18缸，這得寫到啥時候啊？咱也寫一個啊。這個還行。3鲜一個蘑菇啊，然後一個一品線一個螺絲。也是看菜點菜啊。我有在這兒。要啥？醉蟹有吧？醉蟹這個季節沒有了，這個沒有。還要過。有啥醉的？醉的就直接做醉蝦，還有鹹槍蟹。醉蝦？對。來個醉蝦。哦，這時候還沒有醉蟹是吧？這個蟹質量沒那麼好。哦，質量沒那麼好。來個醉蝦。啊。反正就是醉系列的。對。然後那個醬鴨。醬鴨啊。醬鴨來一個。那個蒸三臭，雙臭，雙臭有沒有三臭？三臭有，給你加。啊，加蒸三臭，紹興特色菜是吧？對，蒸三臭。對，我們的特色還有這個螺絲雞爪、絲鮮，來，那牛蛙肉片加上。來個螺絲雞爪。啊。你們2個人吃是吧？啊。再來個這個我看挺好的，這個叫啥呀？哪個？對，這乾菜糍排啊。啊。來個2條吧，你們2個人。梅乾菜的是吧？對，梅乾菜。給我來上。來2條，夠了你們2個。不夠啊。先2個不夠再來要好了，好吧？不是，來4個，來4個啊。行，先這麼吃吧。行。你們坐裡面還是外面？我們坐外頭吧。坐外面啊。啊。然後把2個送出來了。上次訂的我往哪去3件刀是7號桌。对，哦，豆腐也是生的。对，这个呢也是生的。都是生的醃制，生醃制，再蒸，然后再蒸。对。那大概要蒸多久？8分鐘左右，上氣8分鐘左右。8分鐘。哦。我掛好了。这高大不是4号桌啊。你找到什么时候呀？这里头有没有绍興黃酒？有嘞。哦，這樣子。哦，這就是紹興黃酒。
这几道菜啊，全是绍兴本地的特色菜，有讲究的啊。酱臭梅醉鲜，你看咱点这菜多地道。这是酱鸭当地特色，这个就厉害了啊！绍兴三臭，这个呢是梅干菜，还有这个排骨酱排骨啊，这个就很鲜了啊。螺丝啊，当地爱吃这个螺丝。这个是醉虾，先吃哪个？先吃这个绍兴三臭。为啥啊？因为这个菜往这一放，好家伙，其他的菜啥味儿都闻不见了，全是臭味儿。臭豆腐、臭苋菜，然后这个是臭千张，就是臭豆腐皮儿。这绍兴三臭啊，它有两种说法啊，有的是臭冬瓜，也有说是臭千张的。但是我看这店里头一般都是吃这个臭千张。哎呀，这敢吃吗这？啊，这一蒸啊更臭。从上往下吃，尝尝这个臭千张，你看它臭烂了都。哎呀，一点不夸張，这離遠了，剛才沒感覺，這拿到鼻子上一聞啊，這眼淚都快出來了。哎呀，我準備了當地特色小飲料啊。哎呀，髒！不能掀桌子。哎，首先啊，哎，首先是非常的鹹。然後再是臭，然後再是香，是吧？剛才啊，真有點想掀桌子，就是那一個勁兒啊，過去以後啊，慢慢這個香味出來，哎，你還感覺行。哎呀，再來塊嘗嘗。哎，這個香味出來了，感覺還可以。但是你剛吃進去臭那一下，我跟你說，真想掀桌子。哎呀，忍住啊！哎呀，厲害，太厲害了，刺激啊！再來嘗嘗這個臭苋菜，哇，這個桿子啊非常的硬，它生的時候更硬，這一蒸還蒸軟了。哎呀，這還咬不爛，這只能整根吃嘛這。啊！关键这東西它嚼不爛，這咋吃呢？你看，哎呀，這硬的，這跟那甘蔗那個皮一樣。哎呀，受不了了。哦呀，上勁兒啊這。吃不成，這桿子吃不成。這三臭裡頭，我感覺啊，這個臭豆腐可能還好接受一點，哇，非常的嫩。臭豆腐咱經常吃了，這應該沒事。臭豆腐還可以。太鹹，所以說這個菜啊，它其實是個下飯菜，下飯或者下酒可以，口味太重了。哎呀，這豆腐還可以，千張也還行。我感覺這咋吃呢？這不過呢，重在嘗試啊。吃完這個臭的，再嘗這個醉的，這也是重口味。這裡頭有白酒，有紹興的黃酒，這是醉蝦，這感覺跟那個潮汕生醃差不多。啊，這個好吃。哇，這個酒味啊，吃在嘴裡頭有點麻麻的、辣辣的，感覺和這個潮汕的生醃啊味道差不多，有點醬油味兒。然後它裡頭有這個小米辣，有蒜，好像還有米醋，好吃，這個不錯，下酒神器啊！哎呀，我能不能讓這個臭的離我稍微遠一點？燻鼻子，我跟你說，咱一會兒得吃米飯，這個下飯可以，因為特別鹹。再嘗這個梅乾菜排骨，非常多的菜，這個顏值啊看着不錯啊。哇，這好吃，甜甜的，糖醋味兒感覺。哎呀，這排骨。味道可以，但是啊，
我觉得这个应該更下酒，不下飯。為啥？它這個肉啊，還是瘦肉，吃起來稍微有點柴，跟零食一樣，一點一點，一絲一絲吃可以啊。不過味道真不錯。哇，真棒！那這裡的人啊，為啥就愛吃這梅乾菜，然後這臭豆腐、這霉豆腐呢？就是因為啊，你看這天氣，動不動就下小雨，就自古以來啊，它這樣這東西一放就發霉了，所以說這老祖宗就發明了啊，霉咱就霉着吃吧。它霉也有霉的美味，這個其實就是芥菜做的。我要說句啊，雖然來到江南南方，這紹興人啊口味是真重，醬味兒、鹽味兒都非常的重。說到醬味兒就來了啊，醬鴨，這個是紹興本地菜，家家戶戶都會做的一個菜。這個皮亮晶晶的，看裡頭這個肉一絲一絲的，看着就非常好吃啊。這味道也是鹹滋滋啊，肉很硬得上手。它這個最好吃的，我覺得就是這個口感，皮非常硬。哎呀，好吃。這裡面這個肉啊，非常的香，一絲一絲的，除了塞牙就是好吃。這怎麼吃啊？應該配點紹興黃酒是吧？醬爆螺絲雞爪，這個螺絲啊，在江南水鄉到處都是水田，螺絲少不了啊。一口鮮。這才叫醬臭梅最鮮。再吮個雞爪，哇，它這個醬汁啊非常棒。這些菜啊都是下飯才能來的米飯。哎，給我來點米飯。好嘞。那我这不是飞机网的。你还是你的欲望，他都没变。